太好了，我是省状元！人生选择系统开启。什么？选择1，报考名校，获得7500万；选择2，摆烂1年，复读高考，获得身体素质强化至人类极限，高考必定满分750分吧。这就是传说中的系统？身体素质强化 max， 再加高考满分，这条件很丰厚啊，值得复读试一试。哎，等等，系统，高考必定满分，是不是意味着无论遇到什么题目都可以获得满分啊？是，但不得透露本系统存在。太好了！要是这样，那我是不是可以无限复读，一次次拔高高考上限，解决无数困扰人类文明的至高难题，将整个人类文明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吗？说得如此，届时我便是整个人类的神！苏晨同学，作为今年的高考状元，您连破多项纪录，被全国网友誉为是苏神。大家都想知道，您到底是想上清华呢，还是上北大呢？清华、北大，我哪个都不去啊！清华北大都不去。我要复读。复读？大家好，我是航城电台的主持人王斌。我们看到我市重点考点的考生开始入场，其中就包括去年高考的省状元苏晨。遗憾的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消息，苏晨最近几次模拟考的成绩十分的不理想，甚至还有一次直接跌落了500分。这不禁让很多人引起了对去年考试真实性的质疑。今天他到底是能够重新捍卫名誉，重回巅峰，还是彻底跌落神坛，泯为众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啊，那不是我们学校的苏神吗？什么苏神？苏坟吧？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早就跌落神坛了。今年的高考之神啊，还是得看我们陈哥。苏晨学长，你好啊！你是？我们陈哥连续3次省考第一，是本届省状元呼声最高的人选。啊，枉我去年还视你为追赶的偶像，没想到仅仅1年你就跌落神坛了。既如此，你去年装什么装啊？清北高校都过来请你，你却选择了复读，做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赔上了自己一辈子的前途。耻辱！有话说完了吗？那我们考场见。苏晨，如今的你还敢这么傲，还以为你是去年那个所向无敌的省状元，现在的你只配是我成神路上的垫脚石。哼！阿晨，这么巧，咱们在同一个考场。顾小溪，我的青梅竹马；韩浩洋，我的死党，比我小1岁，今年刚好和我一起高考。苏晨，你别被他们的话影响了，好好考试。我期待他们再次呼唤苏神之名。会的。黔驴技穷，江郎才尽。各位考生，现在开始发试卷，往后传一下。高考正式开始，各位考生开始答题。很好，这场大戏终于要开始了。《红楼梦》题词，这什么超纲的题目啊？果然如此，系统说的高考满分，不是光给答案，而是看到高考题目就能瞬间学会对应的知识。那些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简单的就像白话文一样简单。这简直就像科举状元面对小学议论文嘛。此刻，我对于这张试卷来说，简直就是神。这位同学，请勿大声喧哗，影响其他同学。
苏神跌落神坛也就算了，心态还这么炸裂，看见难题就受不了了。安静，安静啊！考试过了30分钟，各位考生把握好答题时间。报告老师，我交卷。才过了30分钟，你要交卷？这是自动放弃了吗？这届的考生心理素质竟然这么差！苏晨，你在干什么？快停下！苏晨，你疯了！你要干嘛？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哗众取宠的人一辈子都会哗众取宠。就是，去年玩复读，今年玩提前交卷，什么东西？这是高考，不是你作秀的地方。没完了你还？你们懂什么？我不把这场高考的噱头无限拔高，怎么引发舆论，让出题组出更难的题目，促进人类文明飞升呢？你就是去年的那个苏晨，真是可叹可悲。这样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现在马上坐下。不用了，老师，我交卷。老师再见。苏晨啊，我真是瞎了眼了，把你这种废物当成对手。我看啊，这苏晨就是怕被陈哥吊打，故意提前交卷。小心思都花在这儿了，难怪会跌落神坛。多好的苗子，真是死干剁。这笔记，云笔惊龙，眼睛流骨，是我从业以来见过的最舒服的一次，简直就像在欣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样。这就是去年省状元的实力吗？谁说他陨落神坛了？分文史更上一层了。天哪，这作文题目也太难了！哎呀，没事儿，我告诉你们，苏晨去年的省考状元，号称苏神啊，直接被刺激的破罐子破摔，才开卷30分钟就提前交卷了，笑死！就这还苏神？去年怕不是作弊拿的状元吧？站住，苏晨，我听说你这次考试提前交卷了啊？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争气呀？王老师，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行了，你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去年就跟你说啊，你选择复读就等于自毁前程，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啊，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去年的省考状元考成这个样子，你把我们班的脸都丢尽了你。王老师，你是怕你的奖金打折扣吧？胡说什么呢？老师，我还要复习下一科。老师再见。真是无药可救，无药可救啊你！果然，离开考场，那种大脑高速运转，仿佛无所不知、无所不想的状态就消失了。看来系统还有第二个作用，考试结束之后，会把考试题目相关的所有知识、学会的技能，牢牢印刻入我脑海，并不会遗忘。果然，只要善用这个能力，我真的能够改变世界。苏晨，你什么意思呀？你好歹把题写完呀！这语文这东西，你只要写上字他就给分啊！苏晨，我知道外面现在对你很多诋毁，但你为什么要放弃呢？你这样自暴自弃，只会坐实了那些谣言啊！苏晨，你都不知道，你这么一搞，那个陈浩泽鼻孔都飞到天上去了。还有，你都不知道现在网上怎么骂你呢？说你江郎才尽，说你在这哗众取宠呢。其实我下午数学好好考，不求重拾荣耀，只求
对自己认真负责一些，好吗？还读研啊，苏晨，恐怕你今年连1本的分数线都过不了了吧？就是，什么苏神，狗屁！今年的高考状元就是我陈哥的了。陈浩泽，你够了！苏晨考砸已经很难受了，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刺他？陈浩泽，你个小什么意思？当然是他根本就不配做我对手。还有你们，也没必要去维护一个只会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了吧？陈浩泽，你就这么确定我考砸了？也许，考得很好，你30分钟就交卷，这就考得好啊！苏晨，别说现在这么废物的你，就算去年那个巅峰状态的你，也不一定能做得到啊。苏晨，已经考过的科目就不要再想了，好好备战下一门。就是啊，苏晨，咱不跟这个混球一般见识。好，那我就等着你跌落神坛，粉身碎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的目标可是带领人类飞升。现在开始考试。果然简单，太简单了。这些题目简单的就像1+1一样简单。这数学题怎么这么难呀？今年命题组要搞死我们呀！难道是去年苏晨考得太好了，他们觉得太简单了吗？老师，再给我一张草稿纸。这种东西，根本就不需要。破罐子破摔。考试已经进行15分钟，请各位考生注意答题速度。老师，交卷。不是吧？又来？我都让你好好考了，你比上次还更早交卷，你是要气死我吗？唉，好兄弟只能明年复读了。高考状元又1年复读，这么难的数学题，10几分钟就交卷，让你装的，把大家都当傻子。这么重要的高考你都不重视，你这个考生赶紧走，别影响其他考生答题。唉，不可救药的学渣，这不可能！短短10几分钟，就算是全市最厉害的数学天才，他也答不完啊！哼，这胡编乱写的公式倒是写的像模像样，可惜了这一手好字。很好，高考时候考到的知识点，我已经完全掌握了。这样看来，明天的理综英语应该也大差不差。我似乎掌握住了远超7500万的无上机遇呢！组长，现在还不能跟这个小丫头摊牌，撤！这最后的大题，一般的老师都应该解不出来吧？不过在我面前，就跟玩儿一样。老师，交卷。老师，交卷。
5分钟交卷，哥们，你干脆把卷子撕了呗。见过脑残，没见过这么脑残的。去年的状元，所谓的苏神，连个大专都考不上，还不得？组长，我这边有情况。什么情况？哎，这次是庄教授担任组长吗？庄教授可是国家特级中文教授，中文院副院长，文坛巨擘的存在呀。庄老师，这作文很好，可是我看不懂，我恐怕没有给他评分的资格。绝了，真是绝了！随时猪羊，嘉悦宠武，招贤明以修文，弘煌化而彰武，天下万物殊途同归，归于大道。妙啊！立意深刻，文笔细腻，通古博今，字迹大成。如此天才，又在古代，仅凭此一文，便是妥妥的当朝进士啊！哪怕他数学、英语都考0分，我也会以清北中文系教授的身份破格录取他。这怎么可能？这么难的数学题，满分全对。不止，他还把每个大题都用了4种论证方法。他这是在炫技吗？在高考炫技？他还是人吗？这不可能吧！上报，立刻上报！这种人已经不是我们能评判的了。我有一种预感，全国所有顶尖的数学学府，这一次恐怕都要倾巢而出了。天哪，这道数学大题居然被花师解答！这么难的理综卷，他竟然满分！这英语作文写的比莎士比亚的情诗还要专业，满分，必须满分！这届高考出了这么多单科满分，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满分都出自同一个人？庄教授，这不可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科如此突出就已经是天才了，所有科目都登峰造极，那他不是人，是神。如果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那他就是绝世无双的天才，全国绝无仅有的满分状元。全国无数机构、学府的领导都会在查分日来杭城，挤破头的抢他。说的也是，一个这种王羲之类型的人才，尚且需要大量时间浸淫其中，哪里还有可能学好其他科目？我们肯定要找的是不同的好几个人，如此也好，省得我们大家争抢了。哈哈哈！庄教授说笑了不是？我们都是什么身份？怎么会抢一个学生呢？那不是彻底乱套了吗？啊！说得对，根本不可能有人值得我们这么去做。嘿嘿，哈哈哈哈哈！啊，对了，豪子，你今年考的可不错啊，有望成为我们的省考状元。哼！哟，这不是我们去年的省状元苏神吗？苏晨，啊，这么多天你一直躲着我，现在终于不躲了，你为什么要放弃啊？苏晨啊，我真心建议就不要去高考，你去马戏团找个班上，哎，你连妆都不用化，登台就是小丑。董安妮，苏晨，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拉低了多少班级的分数线？赶紧给我上来，给同学们鞠躬道歉。王老师，凭什么呀？苏晨又不是故意考差的。韩浩洋，你学习不行，显摆倒挺行的，哪儿都有你。给我坐下。他不是故意的吗？那是谁呀？提前交卷，在高考上哗众取宠，还是2次。苏晨啊，苏晨，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自毁前程的人。领导，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今年的全国状元出在了我们省，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满分状元呢！好，
传达市区，让他们即刻去接满分状元。还有，给我准备飞机，我要亲自去接满分状元。是。妈，好，我马上赶到杭城迎接状元。满分状元必须到我们学校。从未别说了，抢不回满分状元，今天他们谁也别回来。是，校长。走。方老，听说这一次有很多人都要来抢满分状元，其中不乏校友，还有学区大领导。他们来晚了，满分状元必入我们北大。庄老，马校长，咱们就不寒暄叙旧了。我只说一句，此人千古奇闻进士之才，我们北大中文院要定死。我们学校还有这号人物？名字已经查清楚，叫苏晨。什么？苏晨？就是去年那个高考状元？说什么啊？你是搞中文，可能不太了解。去年这个苏晨呢，闹得可是沸沸扬扬啊，都以为他已经跌落神坛，没想到他搞得这么一手大的呀！好，如此奇才，快带我去见他。好，庄老，请。马校长你好，我是清华数学系教授谢明，我代表招生办特来向贵校查询一个人的信息。他怎么也找到这儿来了？你想查询的是？他叫苏晨，是百年难见的数学天才。实不相瞒，我们招生办的最高领导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对他是志在必得。这，二位稍等。庄老，谢教授，你们要找的是同一个人。什么？不许说的！什么？你们也要找苏晨？啊，好。哎呀，二位先别抢了，还有更多的领导要来。这样，你们先去苏晨的班级，谁先抢到算谁的。好，走。王老师，你说我拉低了平均分，需要鞠躬道歉。怎么？你觉得我还冤枉你了？要不是因为你，我奖金……我是说，这么多同学们夜以继日的为咱们班级争取集体荣誉，只有你自以为是，不听劝阻，搞得大家的这个付出都白白的浪费。难道你不应该上来给大家道歉吗？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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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太欺负人了！王老师你……王老师，按你的意思，分低就应该鞠躬道歉。那如果是大家拉低了我的平均分，那大家，包括你王老师，是不是应该向我鞠躬？苏晨，你疯了吧？你的分数怕是都能争年级垫底了，你还说我们拉低了你的平均分？谁知道呢？你可真是笑死我了！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分数。哼！698分，省状元。厉害啊！哎呀，好啊！好的同学，你这是给老师给了一个大惊喜呀！晨晨，你太厉害了吧！今年卷子这么难，你还能考接近700分？陈生，日后不要忘了老同学们呢。当然不会忘了你们了。后天我们家请客，杭城酒店，所有人都来。苏晨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拉低了你的平均分？是拉低了呀，还拉低了不少呢。苏晨，你疯了吧？你全科提前交卷，顶多就是一个专科院校的分数。专科学校？哪个专科学校敢要我？校长不得给我跪了？国家不得把学校给批了？苏晨，你是不是还活在去年呀？是，你去年是高考状元，但你今年就是个屁。要怪呀，就怪你哗众取宠，自毁前程。苏晨，你呀，
你真是我教过的学生里头最不成体统的一个。你说你放着省状元不当，非要当什么复读生，现在怎么样？这丢人现眼都到极点了，你还有脸坐在这儿啊？还不赶紧上来，当着全班人的面给他们道歉！状元还要被你们逼着道歉啊？苏晨，你是不是瞎了呀？省状元是我，省状元算什么？够了！你有种就到上面来，让大家看看你到底考了多少分。对呀，给我们看看呀！他哪有脸啊？他上来我得丢死人呐！苏晨，要不你还是回家吧，不要在这丢脸了。谁说我是去丢脸的？哼！睁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这是苏晨语文150，数学150，理综300，英语150，苏晨总分750，满分状元。这不可能！一定是评分系统坏了！一定是评分系统坏了！对呀，高考怎么可能有满分呢？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啊！没道理啊！肯定是弄错了。苏晨，是不是你黑进了学校系统，篡改了数据？你知不知道这样可是违法的？苏晨，你真要是这么干了，你要知道后果很严重的。他考省状元就是货真价实，我高考满分就是篡改试卷。苏晨，你别狡辩了，这可是满分状元，这要是真的话，那全国都会轰动的，各大顶尖选府都会来抢你。可是现在人呢？啊，人呢？就是满分状元，前所未有，那还不得被抢疯了？是，没人来就证明你是假的。谁说没人来啊？这不是来了吗？马校长，等等，这不是清华的谢教授，大的庄老，浙大的校长，这可是大佬中的大佬呀！他们亲自登临，难道……我知道了，这些大佬都是过来抢我的啊！对，陈哥是今年的省状元，是高考的神，肯定是来抢陈哥的。恭喜陈哥，就要扬名立万了！苏晨啊，你刚才不是还挺高兴吗？嘿，还敢跟我们陈哥抢风头！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校长、谢教授、庄老，你们太客气了。虽然我是省状元，但是也担不起你们这么隆重啊。苏晨同学，我代表清华招生办来此特招同学，加入全国最高学府。我的妈呀！我没看错吧？清北的2位大佬一起向苏晨发出热汤。苏晨，我就知道你是真正的满分状元，前无古人的满分状元。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一个跌落神坛的人，怎么可能是满分状元啊？我刚才都做了什么？我居然骂一个满分状元，说拖了我们的后腿，我还让他上台给我们道歉。苏晨同学你好，我是浙大招生办主任，我正式代表浙大向你发出特招邀请。苏晨同学，我来自西安理工大学。苏晨同学，什么意思？要跟我们清北抢人吗？苏晨同学，你的千古奇文，我是主审阅卷，我就直说了吧。我想亲自收你为徒，为我大夏文坛培养一位未来的不朽巨匠。妈，庄老亲自收徒，我是派主任，他是战斗徒弟。庄老，你这就有点不讲武德了。苏晨同学，你听我说，你进入北大中文系顶天了，你也不过做个文坛巨擘。你来我们清华数学系就不一样了，你的数学天赋是100年难得一遇，
人类文明的进步就要靠你这样的数学天才。就算我拜托了，请一定要来我们清华数学。这可是清华数学系的教授，为了招揽阿晨，都卑微到这种地步了。谢教授，你太不讲规矩了。是庄老明显不讲武德。既然都要抢苏晨同学，那咱们就各凭手段。好，好，好，苏晨同学，我也拜托你了。当我还在执着于省状元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吗？难道他已经远远的把我甩在了手后吗？我是不是傻？我是不是傻？苏晨，你真了不起。只是你之后要离开我，去更辽阔的天空了吧？两位教授，谢谢你们的盛情相邀，不过我已经决定了，不会离开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有我想要的。苏晨，他说什么呢？你想要的？难道是为了我？苏晨，你别太嚣张，两大教授的相邀你都敢拒绝，你真以为你高考满分就可以恃才傲物了吗？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多的是更广阔的天空。生物界的细胞原理，还有数学界的世界难题。难题？不好意思啊，任何的世界难题，只要出现在高考上，我都能解答，因为我就是高考之神。苏晨，我说你狂，你真是狂上天了呀！你只是得了满分，又没有得诺贝尔奖。苏晨，你真以为你现在的底蕴能支撑起你这样的狂话吗？对呀，苏晨，做人你得谦虚。虽然说你是高考满分状元，但是你也不能目空一切，不然等待你的只有伤心月。夏虫不可语冰，我懒得和你们说啊。苏晨同学，你有雄心壮志，这是好的，但也要脚踏实地，先选定学府，再迈出新的征程。如今你清北都不选，难道你要选浙大？不是浙大。我要选择的是杭大附中，我要复读。苏晨同学，我不会听错了吧？不，你没有听错，而且去意已决。我还有事，暂别了。苏晨啊，你听老师说，刚才都是误会。是不是误会？您去和校长说吧。高考满分，却要拒绝各大学府的招揽，还要复读。苏晨，你真是太狂了！我等着你跌落神坛的那天。苏晨，等等我，苏晨。苏晨。怎么了？如果说上一次你是想追求完美，可是这一次你已经考满分了呀，为什么还要复读啊？就是呀，阿晨，你说你这逼也装完了，走，跟兄弟回去找那两个教授，咱好得抱一这兄弟是真能处，可惜我必须利用高考卡系统 bug， 才能完成我的成神计划。你们真的别再劝我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只是现在还不能说。到底什么情况呀？为什么不能说呀？因为我要走一条注定孤寂而又漫长的道路，在收获第一波成果之前，无人能理解我，无人能懂我，甚至会有人觉得我是傻子，是哗众取宠的小丑。但最后，我会以一己之力撼动这。Hello， 各位网友，相信大家已经听说，杭城最近出了一位前无古人的满分状元，750分啊，750分啊，那是什么概念啊？全国第一个！更劲爆的是，清北两大高校还有各大学府齐齐上门招破，却都被苏晨拒绝了。
这是千古奇才吧？我是不信的，他是不是作弊了，拿到答案了？他为什么考满分还不上大学，还复读？什么目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复读，只能说天才的想法不是我们凡人能够揣度的。很好，舆论已经被我点燃了，接下来差不多也该到了吧。苏晨同学，又见面了。我们向学校打听到了你的位置，你也别见怪。哈，当然不。两位教授，请进。黎曼的猜想，苏晨，你在研究这个？这可是数学界的未解之谜啊！无数数学家一辈子都未能研究出一个所以然来的存在啊！谢教授，您再翻翻看。这是今年的大题演算。等等，这是23种解法。哦，还有呢？苏晨，你真的在研究这个猜想？偶然研究一下吧。两位教授，请坐。哎，对了，两位教授，你们来我家的目的是？是这样的，苏晨，我们想再圈圈，你是高考的满分状元，舆论已经把你推向了比去年更高的神坛，就连我们清华一干教授、学子都把你当成了神人。可以这样说，你已经完全证明了自己。以你的才华，真的没必要再浪费1年复读啊！您呢？北大也给您下了死命令吧？是的，但我想通了，如果让一个未来有可能成为数学巨擘的天才从事文学，那是一个国家的损失，更是世界的损失。所以我这趟来是替谢明教授当说客。庄老，谢教授，你二位的高风亮节，我很佩服，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还是选择复读。为什么？为什么，苏晨？你已经证明了自己，没必要再复读啊！你是天才，你只要走出去，就有无限的可能。你为什么偏偏要待在新手村呢？谢教授，你认识命题组的人吗？认识啊，今年就是我师兄出题啊。那能否请您让命题组把明年的命题调到最高的难度？什么？可以是可以，但是只能建议，最后高考的难易还是要按国家的政策来。那就足够了。你是想挑战更高难度的考题啊？那你完全不用高考了，我可以让我的师兄天天给你出最难的题目。苏晨，我谢明从来没求过别人，这次算我求你了。你是真正顶级的数学天才。苏晨，我也求你了。果然啊，最难的不是外界的质疑，而是志同道合之人的误解。我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我也可以明确告诉你们，我绝非是为了我自己。庄教授，您还记得我今年高考的那篇文章吗？大道万千，殊途同归。你我三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为国而奉献，为整体人类文明而奋斗。苏晨，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要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整个人类文明，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请你们支持我。如果问我为什么，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一句话：为了更伟大的利益。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万千星辰，看到了整个宇宙都在为眼前这个少年闪烁。教授们再见。计划的第一步很顺利啊，接下来得加一把火了。我苏晨向高考数学命题组喊话，我认为高考是人才的初筛，你不出最难的题目，怎么知道考生之中有没有经世之天才？我建议最后的题目难度不设上限，上风，看看我苏晨还能不能再次满分。我高考考场等你。苏神这是要跟高考命题组死磕到底呢！我都怀疑是不是命题组得罪了苏神。命题组最后一题难一点呗，看看苏神到底是不是个神话。好，一个高中生居然敢这么挑衅我们高考命题组。组长，话虽如此，但他确实是高考首个满分状元。那又怎么样？终究是个年轻人，再天才也得学个10几年，才有资格站在我们这些资深专家面前。这种人我见多了，仗着有点天赋，年少轻狂。不过组长，现在舆论汹汹，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明年增加难度？高考不是儿戏，不能随他乱来。这样，在最后一道大题，最后一问，设置一个分题，把这个题的难度无限加大。这个办法好，也不影响高考公平性。那个苏晨确实有些能耐，一般的难题难不住他。我听谢师弟说，他不是在研究黎曼猜想，是有这么回事。等等，组长，你不会是想……他不是想出风头吗？就给他现个大脸。白老板，你是咱们最有话的，你给看看这张卷子。好，我看啊，好像还挺难，看不太懂。等等，哎呀，啥呢你啊？不是，你看这道题，不是这题咋了？难呀！这不是难不难的事儿，这种题目就不应该出现在高考里，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各位观众朋友，相信你们都已经知道了苏晨和高考命题组的对话。鉴于此，今年的高考可以说是近10年来最冠受瞩目的一届了。所有人都在纷纷猜测，到底是苏神能够捍卫满分荣耀，还是命题组技高一筹呢？苏晨，加油！兄弟，再拿个满分啊！我相信你。2025年国家高等教育统一考试正式开始。2025年6月7日下午3点，地球依旧每秒30公里的速度围绕太阳公转，60多亿人口还像往常一样生活作息。然而，人类的命运从这一刻开始，将由我彻底改写。王师兄，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师弟，什么事发这么大火？坐。你别装傻。这是什么意思啊？师弟，不是你说那个苏晨在研究黎曼猜想，他亲口喊话我们高考命题组，让我们给他增加一些难度。增加难度是这么个增加法吗？这可是黎曼猜想，但是100多年来从未有人能解的17级难题。你把这样的题目放在高考的卷子里，根本就是乱来。师弟，没有人能挑衅我们高考命题组，哪怕他是什么满分高考状元，
在我们这些专家眼里，他也只不过是没长起来的孩子。你好了，师弟，你也不用生这么大的气，我也只是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玉不琢不成器，大不了事后我收他为徒，这总行了吧？王师兄，我就怕你教不了他。不可能，我可是我们这一辈最有希望获得国际数学大奖的少壮派，差点忘了，我跟考场那边打过招呼，能在这里看到他的监控画面，甚至能提前看到他的卷子。来，师弟，一起看看，来。不愧是满分状元，绝世天才。前面都只是开胃小菜，我很期待看到最后一题会是什么表情。看来这位苏神今年应该是拿不了满分了。别的科目不说，咱们数学再想满分是不可能了。再狂妄的天才，也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他证明了黎曼猜想，他真的证明了黎曼猜想。yes， 王师兄，他真的做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但从目前的证明过程来看，没有一丝纰漏，堪称完美的证明过程啊！王师兄，如果他按照这个节奏写完，是不是就能证明黎曼猜想？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为什么会有高考生能够证明黎曼猜想？他才多少岁啊？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我看过他研究黎曼猜想的公式，我看不懂。那时我就想，恐怕他当时就对黎曼猜想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就等着在高考上公布出来。有可能是这样，但你这太不可思议了！那可是黎曼猜想，当今顶尖数学家都解决不上的难题，光围绕他的推论就有1000多条，怎么看是不是在高中生有资格触碰的？王师兄，他如果真做出来，是不是就能证明他以一个不满20岁年纪的年轻人，超越了全世界所有最顶尖的数学家？说是这样，整个世界都将被他改变。天哪！难道困扰人类数学家一个半世纪这种难题，今天要被攻克了？有见证历史了！有见证历史了！由此可解。停了。看来他也到极限了。我就说嘛，这种世界级的猜想，怎么可能会在高考这么有限的时间内被解出来？我还以为真能解出来呢。别做梦了，那可是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是啊，他能稍微推演一下，已经很天才了。谢师弟，还是我的方法奏效了。如此说明，再天才也会有逾越不了的高山。做人还需得谦逊，多多打磨。如果他真能解出来，该有多好！这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他的满分神话破灭以后，你再去特招他，他一定不会拒绝了。那倒也是。然后你把他带到我面前，我会亲自收他为徒，把他培养成真正的数学巨擘。我天，答题卡位置空间不够，这么短的答题区域，
就算想写完黎曼猜想的全过程，根本就不够，只能把每一步提纲先写上去了。这是什么天书啊？经过以上论证，证明黎曼猜想真实有效。苏晨，2025年6月7日下午4点59分。我开始有些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张试卷被曝光出去，整个世界的前沿科学家们会是何等的震撼！这应该就是本世纪最美的一行字，不，应该说是之一。毕竟，这一切才刚刚开始。考试结束，请考生立即停笔。我的天啊！今年真是见证奇迹，竟然是黎曼猜想。你们说这题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考苏神？别傻了，这道题100多年都没人解出来，苏神再神他也解不出来。对，我估计啊，就是命题组想杀苏神的锐气。那反正苏神这次拿不了满分了，哼，神话破灭喽！苏晨，阿晨，今年真出黎曼猜想了？出了。这命题组也太不要脸了吧！就为了灭你的威风，连这种手段都使出来了，太过分了！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我倒是希望他们多欺负几次。阿晨，你不会气疯了吧？苏晨，你也没必要太生气了，能把命题组逼到这个份上，你已经很了不起啦。不是，你们都以为我被难住了？要不然呢？这可是世界级猜想，谁能解出来？呵呵。不是哥们儿，你真解出？韩浩洋，你别打岔了，这种命题怎么能在考场上就证出来？算了，我们好不容易才重聚，不说这些了。等到查分日，结果自然分晓了。对，今晚呀，喝个不醉不归。走。苏晨，是你。苏晨，王老师因为你的原因被马校长开除了。谁让王老师有眼无珠呢？本来可以拿大额奖金，非要侮辱别人。现在好了，工作都没了。啊，还有这货，明明是个省状元，去年看起来就像路边一条一样，大街小巷都在谈论阿晨，压根就没人提他。那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陈浩泽。苏晨，你以为你很风光吗？啊，是你去年是考了满分，但你选择复读了呀。你没有在高考价值最高的时候选择变现，然而你今年再无可能是满分状元。你浪费了1年的时间，就为了哗众取宠。来，你告诉我，现在后悔了没？陈浩泽，看来你是怀恨在心。苏晨，我早就告诉过你，人狂没好事，狗狂他挨砖头。你今年就要跌下神坛了。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通过王老师的引荐，认识了他的堂哥，世界著名数学教授王青云。甚至我和王青云教授参加了一个黎曼猜想的论证，他以后必定收我为徒。苏晨将跌落神坛，你我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哎，陈浩泽，王老师，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年不能再拿下一个满分？苏晨，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吗？啊，好，我承认你实力很强，但你还想拿满分，做梦！没错，苏晨，那可是数学界100年都没人攀登的最高山峰之一，就连王全英教授都得是望而却步。就凭你还想突破？你不会真的天真的以为别人喊你几声苏神，你就是神仙了呀？啊！笑吧，尽情的笑吧。等真相结果出来的时候，看你们还笑得出来不？苏晨，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不然会下不来台的。我没有说太满，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罢了。是吗？
来，苏成，来看看外面是怎么说你，能不能答上了最后一题的赔率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你的吗？他们说呀，谁今年要是再信你，谁就是个纯傻子。苏晨啊，我这次假期回来呢，本来是想告诉你我有多少个研究成，可是呢，现在看来已经没那个必要了。你就继续走你哗众取宠的老路吧，而我将会是数学界最耀眼的新星，你我将会是天壤之别。苏晨，我再提醒你一次，过不了多久，浩泽同学就会把你远远的甩在身后。再等几年，你呀，将会连他的背影都看不到。让开！错，事实是，现在就是你们最接近我的时候。等再过几年，你们连见我资格都没有。苏晨，你不要太在意他们讲的话，就算这次考不了满分，那也不会太差呀。那么多学府都会来特招你的。就是啊，阿晨，到时候咱选个好学校，好好学一学，肯定能超过那个陈浩泽的。怎么，你们也觉得我在吹牛啊？那个兄弟，不是我打击你，那个什么黎曼猜想根本就不是人能做的，那得是神。你看那个陈浩泽跟什么教授进行了一次演算，他现在就觉得牛逼的不行。你说咱这……是啊，苏晨，就连一小步的演算也要顶级数学家来做，这根本不是我们这种同龄人可以参与的项目。算了算了，我们今天不谈这个，说好了，今天就是聚餐开心，走。哎呦，酒量确实不行了啊，有点晕了。我先出去逛逛，你俩先喝啊。去吧去吧。苏晨，今年会报考什么学校啊？我会复读啊。什么？你为什么又要复读啊？可是这已经没有意义了呀。不，那意义远超一切。苏晨，你陪我一会儿可以吗？苏晨，其实我有些话想对你说。说啊，跟我不用憋着。苏晨，今天的事你已经看到了。陈浩泽话虽说的难听，但道理却不假。我们现在都有各自的人生目标，都要朝着自己的目标飞速前进。你明明很强大的实力，你已经证明了自己，为什么还要执着，还要继续复读呢？无所谓啊，我不在乎外界的看法。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我的人生在向前，可你一直在原地。等我毕了业，家里面人会催我结婚，你还要一直留在杭城继续复读吗？对不起，小溪，我的决定不会改变。但你放心，等高考之后，一切都会有结果。你说的结果是什么？是举世震撼，石破天惊。这写的什么玩意儿？简直是乱写！没办法，总不能指望高中生真的证明那种猜想。这出题组啊，真的是越来越胡闹了。这是错不了，这是苏晨的答题卡，这字太漂亮了。哪呢？苏晨的卷子在哪儿？
不愧是苏神，原则答题卡写的满满的，只有他能做到吧？话虽如此，他也没办法证明那种猜想。就是。安静！这好像是最小号的最题写的吧？写这么多，不行啊！这像素再低看不太清，需要原件。可是他为什么写这么多呢？为什么呢？不会吧？这只是你们猜想！快，身体全现！不，亲自去实验库，跟我走！这真的证明了。天哪！你看得懂吗？这答案证明你们猜想的过程。组长，我们只是大学教授，我们怎么证明这对不对？是我傻了，不过这好像是第一次有学生答完题目，将答案怼在我们脸上，我们却弄不明白。华组长，您都弄不明白，那我们现在上报谢明教授，上报王青云教授，上报数学院所有教授，这一定有人看得懂。我现在就是上面旗帜，你待在原地，离答题卡3米之外，哪儿都不许去。召集所有的保安，好好看着这份试卷。从现在开始，这试卷一刻也不能离开你的眼睛。至于吗？至于吗？这是有可能证明你们猜想的试卷，这是要上历史的文物，重要文物，明白吗？是。谁这么晚了打电话？喂，你说什么？是真的？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过来。小点声，你别吵醒女儿。我知道了，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你一个人睡吧。啊，又是临时任务？不，这次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这次真的不一样。这次啊，当我回来之后，或许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会改。王教授，您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上次我发布的那部演算通过了初筛，今晚要进行演算。因为此次里面也有一些你的心得，所以让你来见见世面。谢谢教授栽培，谢谢教授栽培。王教授，我相信国内只有您能最终解开黎曼猜想。我还差得远了，不过如果今晚的演算能通过，那距离我们证明黎曼猜想就更近了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也是数学界的巨大进步了。王教授，果然您才是实事求是的人啊！可笑那个苏晨，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妄想挑战如此巍峨的数学高峰。没错，堂哥，我听说你还要收这种人为徒。像苏晨这种自以为是的人，他根本就不配。那小子是太浮夸了，算了，殊途的事日后再说，我们先干正事。哎，谢师弟，王师兄，你也来了，太好了！赶紧，黎曼猜想有了极其重大的突破。谢教授，这也太隆重了，
我只是帮助王教授证明了一小步，况且还没验算。关你什么事？我说的是书城关于黎曼猜想证明的全过程。师兄，你敢相信吗？今晚黎曼猜想若是被苏城破解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绝世天才就在我们面前诞生了呀！谢教授，你这是在开玩笑呢吧？苏晨他那种人写出了证明的全过程，看我的样子像开玩笑吗？王师兄，你怎么什么人都把往书学院里带？今晚事情很重要，闲杂人等你应该立刻离开。他们不是外人，陈浩泽是我在考察的徒弟，王宇老师也是我准备招进清华数学系的人才。好吧，王师兄，你立刻和我一起演算苏城的证明过程。只要验算成功，人类文明将大步前进，我们也将名垂青史啊！先不用急，还是先演算我的这一小步吧。王师兄，你在说什么？谢师弟，你不要老是一惊一乍的，又不是写完了证明过程就真的证明成立了。那苏晨一个高中生不懂也就罢了，你也跟着胡闹。王师兄，这可是黎曼猜想的验证全过程啊！这要是真的，我们今晚就将见证历史啊！行吧，师弟，我又不是没看过他在考场上卡壳的样子，他不可能证明了猜想。先演算我们的。是。哼，苏晨，我就说你哪能做到这种事？原来是虚惊一场啊！哦，对了，谢教授，我看你也太大惊小怪了。苏晨他不过就是哗众取宠，以你的学术地位，怎么能为这种事搭台？我给他搭台，你们看过他的证明了吗？那可是不用看了，爹是错的。一个高中生想解决世界性的数学难题，真是痴心妄想。谢教授啊，我对于苏晨这个人太了解了，他第一次高考就哗众取宠，本质上他就是一个跳梁小丑，您就没必要去维护这样一个人了吧？王师兄，你这个弟子，他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话糙理不糙，谢师弟，你们还是安静一下，好好看看我的验算成果。只要这一步成功了，我们距离证明黎曼猜想就有了实际性的推进。对，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成功。像苏城弄那些，那都是虚的。你们吵什么？老师，院长，这是数学院的院长，数学界的泰山北楚老啊！没想到我真的能见到楚老本人啊！老师，是这样。老师，我以人格担保，那个苏晨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实际内推进。攀登数学高峰还是要脚踏实地。这是最后一步了，马上就有成果了。验算不通过。不可能，不可能的！这个是我师弟的兴趣，怎么可能会认错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这，王师兄，冷静一点，这是国家级计算机，不能有任何损坏。青云，想要攀登数学高峰，那注定就是一场伴随着孤独与失败的旅行。你要保持平常心。是，弟子失态了。那我堂哥要失败了，是不是就证明你们去年做的那些都没有用了呀？可恨呐！你们立刻重启计算机，我们接下来立马验算苏晨的证明过程。谢师弟，没那个必要了。我用了10年，想演算一小步，过程中我自认为是天衣无缝，却也失败了。那苏晨想一口气全部验证成功，怎么可能？对，连王教授都无法撼动的高峰，那苏晨怎么可能攀登成功呢？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老师，我觉得苏晨的证明过程非常完美，甚至很多我都看不懂。看不懂，那就是瞎编的。
老师，谢师弟，我看你是病急乱投医。依我看，这个黎曼猜想根本就是错的，没有人能够证明。就算有人能证明，也不可能是苏晨。对，这是。苏晨，查分日到了，赶紧查分呀！我要了！不好，快抢救设备！快！这怎么回事？看看，运算量过大，设备超负荷运转，撑不住了。这不是停啊！这可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高级计算机，我连这都撑不住，那运算到底得多大呀？如果是完全验证黎曼猜想的过程，那这个运算量就不奇怪了。老师，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运算中出错太多了，导致根本无法正常运算。对，肯定是这样。嘿嘿，我就说嘛，苏晨他什么能耐，能解开黎曼猜想？罢了，都散了吧。哎，师弟，我早跟你说了，对一个高中生寄予希望，太蠢了。老师，我想向上面打报告，申请国家最高级别的计算机进行验证。谢明，你可想过，如果要是这么做了的话，证明失败了，那会是什么后果？可如果验证成功了，那苏晨就是我大夏的国宝，我大夏将引领人类下一个100年呢！谢师弟，我看你是魔怔了，值得吗？老师，我意已决，请老师成全。计算机明天就能到。不过我要提醒你，这个级别的运算量，就算是用国家最高级的计算机，也至少需要10天。老师，我撑得住。还有谁愿意一起验算的，都可以留下来。我愿意。好。疯了，彻底疯了。苏晨呐，你害人不浅呐。谢师弟，你要胡闹下去，我就不奉陪了。谢师弟，我奉劝你一句，相信苏晨，你不会有好下场的。这丫头比我还着急。是，知道了。警告：因技术原因，您所在的省份高考查分延迟，请谅解。查分时间另行以官网或者短信的方式通知。很好，看来他们已经开始动用大型计算机验证我的猜想。这可是个大工程，你们可有的算喽。这也太难了，这什么思路啊？质数分布，他竟然求证到了这个地步，太不可思议了。这个需要反复的证明。情况如何？根据目前的运算和证明，大体是没有错误的。什么？现在就看银河计算机最后给出的结果了。今天是查分的日子了吧？是，不过呢，苏晨的验算还没结束，所有人延迟查分。胡闹！苏晨的验算明明已经失败。是呀，我也就想不明白了，这个苏晨到底给那个谢教授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居然让他不顾名誉来做这种事儿！不能让这场闹剧继续下去了。你们回到杭城，把那个苏晨加入我的数学研讨组，
从此取消他的高考资格。堂哥，这也太便宜他了！你这个数学科研组，那是多少人挤破头都挤不进来的，就凭……明白了，王教授，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你就告诉那个苏晨，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机会，好好珍惜。这场没意义的验算也该结束了。什么？谁？你再说清楚一点，什么成功了？黎曼猜想是黎曼猜想，苏晨他是对的，黎曼猜想被他证明了。这是人类文明向前的一大步，这是人类数学推开真理之门的前奏啊！从今天起，人类文明在数学这一领域即将更新换代啊！我他妈的！老子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儿，这是我距离载入青史最近的一次。感谢苏晨！我还是第一个发现苏晨大题卡答案的人，我应该怎么向我儿子吹这个牛逼啊！我要喝酒，我要喝3斤60度的白酒，最大个7.7耶！真的，验证成功了！一个高中生把人类百年未解的世界难题解开了。说明的细节呢？马上立刻，我现在就要看。是老师，是有哪里不对吗？这里所写的是最简略的步骤，就像一本小说，只有大纲啊。可是从已经验算的部分来看，它证明了黎曼猜想的可能至少达到了85%以上啊。是，但是没有详细的细节，我们就无法向公众宣布，国际数学界也不会认可。这样吧，你去上面申请，让他们派人授予苏晨同学数学院最高荣誉顾问的头衔，并且把苏晨同学请到我们数学院来，让他重新再证明一遍。好，老师，你说什么？最高荣誉顾问？那可是数学院外聘最高级别的人员，只有国外顶级的数学家才有资格获得。这样的荣誉给一个还在高考的年轻人，这是不是有点……就这么决定了，我来担保。记住，务必要以博士的规格把苏晨同学请来。是。此次任务邀请目标人物抵达目标地点，态度一定要恭谦，极有可能是位最重磅的人物，务必要保证目标人物的安全。是。行动。天哪！一个学生，小小年纪就被绝密档案标注为重磅3S 级，还被聘为数学院的顾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绝世天才啊！怎么回事？都已经25号了，还有几天就要报名了，分数怎么还没出来啊？破学校推荐！哎，大家听我说，现在上面正在了解这件事情，是技术出了问题，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不急，多等一天，咱们的孩子就多焦虑一分，心理压力就多重一天。是啊，怎么能不着急呀？是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每次他高考都会出乱子？这回又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到底写的什么答案呢？怎么？苏珊，苏珊，哎呀，小苏啊，今天就是返校日，
就是学生啊，想咨询一下志愿，你就没必要亲自过来一趟了啊！这什么学还要你亲自上？校长，您这话说的，我不也是学生吗？是苏神，太牛逼了！校长接待。苏神再厉害，他的神话今年也必将被打破，那可是黎曼猜想。黎曼猜想？那你们说，今年的分数延迟会不会和苏神有关？你想什么呢？他一个人有那么大能量，肯定是系统出错了，系统坏了。啊，对了，顾小溪同学也来了，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快速查到你的考分。我看他呀，对你比对自己还上心呢。马校长，外面人多眼杂，我们进去说吧。好，我来。苏晨，好消息！我们学校领导说可以内部查分，可以查到你的分数，咱们快去。你干嘛这么火急火燎的啊？苏晨，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你一点都不紧张？明明陈浩泽他们都还等着看你笑话呢。他们看不了，因为我今年还是满分。好大的口气啊！苏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今年根本就没有满分，而且你关于黎曼猜想的论证也被王青云教授否决了。哦，否决了吗？怎么，你不相信？苏晨，我当时可是在场的，我亲眼看见你的验证过程被机器给报错。很显然，你的证明过程啊，纯属胡编乱造。苏晨，真的是这样吗？苏晨，你要是没有把握，就不要挑衅出题组加大难度。你本来能以满分状元的成绩进入大学的呀。不过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青云教授呀，爱才还是决定给你一个机会的，让你加入他的研讨小组。哦，哼，怎么？我告诉你，这个机会可是我堂哥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苏晨，你要不还是考虑一下吧，这个机会确实还不错。是啊，苏晨，这就等于你直接从研究生做起，甚至比一些研究生还要强，这你就是很有诚意了。恐怕不只是这样吧。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进了他的研讨小组，一切学术成果自然要归他，然后他随便赏析残羹冷炙，我还要说谢谢，对吗？苏晨，你什么意思？你觉得王教授会霸占你的研究成果吗？是与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他要是真有诚意，就不会派你们来忽悠我。苏晨，我堂哥给你脸了是吧？你证明黎曼猜想失败，现在整个数学院的人都在看你的笑话，你觉得你还能有什么前程？你要是再不识趣，我告诉你，你连研讨组都进不去。苏晨，如果你现在跟我们走，你还有机会发挥你的才能。你以为你一个哗众取宠的考生，今年出了这么大的丑，还会有院校会要吗？用不着你们操心，愿意招苏晨的学校多了去了。那不妨你们随便再问问呢。啊？你什么意思啊？喂？什么？啊，我知道了。苏珊啊，现在网上都是你挑衅出题组的热搜，他们说你年轻好胜，恃才好物，恐为杨修，他们建议各大院校封杀你，纠正社会风气。现在我马上就去处理这件事。好的，马校长。陈浩泽，你居然还敢煽动舆论，倒逼苏晨！这话说的，苏晨啊，我这也是为你好嘛。你加入了王教授的团队，以后我就是你的师兄，我还可以照顾你嘛。啊，哎呀，苏晨啊，这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你要怪啊，就怪你非要自不量力，挑战数学的最高峰。你不会真以为你有那个能耐去撼动一个多世纪都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难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他们来告诉你吧。
艰难一劫，我是苏菲先生，请。国士谁啊？苏晨啊！这怎么回事？行了，你们的来意我已经猜到了，不用多说。啊？您猜到了？当然了，我高考写的只是简易解法，数学院不可能不找我要详解。走吧，别让大家等急了。谢谢您的配合。苏晨，等我回来。他们怎么这么尊敬苏晨？难道说苏晨真的证明了黎曼猜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错，我堂哥说了，他的证明方法明明是错误的呀。那你们怎么解释他们以这么大阵仗来迎接苏晨，以国士之礼对待苏晨，这种待遇你们能想象吗？不可能，绝对是哪里搞错了！我要回去问清楚！我要回去问清楚！对，一定要查清楚，不能让这个苏晨沽名钓誉。苏晨同学，大夏终于把你等到。楚老，您这可太折煞我了。哎，怎么能说是折煞呢？您能出现在这里，是我们数学院乃至整个大夏的大幸啊！您太客气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谢明，不陌生吧？又见面了，苏同学。王青云，苏晨同学，之前我们之间有点小误会，是我小看你了。好在你总算证明了自己。王教授看起来还是有些不服啊。是这样的，就在刚刚啊，王教授还派人让我加入他的数学研讨组，以他马首是瞻。现在这样低头，看来还是有些不服啊。老师，这都是误会，我也没想到苏晨他真的，我也是惜才。住口！你以为老夫不知道你有点小把戏吗？还不马上给苏晨同学道歉！苏晨同学，之前是我冒昧无知。大点声！苏晨同学，之前是我冒昧无知，有眼无珠，对不起，我错了。楚老，您喊我过来，应该不只是为这事吧？你看看我，走，我们马上进去，你再详细的给我们验算一遍你的证明。好，走。苏晨，你太狂了，我就不相信你的验证一点瑕疵都没有。苏晨同学，在你解题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老师好。我的天哪！这么多国宝级别的数学专家，竟然集体向苏晨敬礼，口称老师，这太不可思议了！快把这个详细的记录下来。前辈们好，请坐。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时间是上京时间2025年6月25日12点58分，黎曼猜想正式开始证明。记忆重复聚集，习惯黑色对立，这一场僵局如何能规避？借着公平名义制造虚幻游戏，置死地而生，追线索痕迹。Just start again。这种证明方法比我们用计算机强算更加光明。难道说，苏晨同学，你还不只找到了一种验证方法？天道，这是什么绝世天才？我们在他面前就像新兵蛋子，对，就像新兵蛋子。肃静，谁也不许打扰苏晨同学。
综上，得正。各位，还有什么不明白吗？宗臣，我服了你了，是我强占了天下英雄，我向你赔罪。去把这些黑板呢好好的保存起来，准备提交世界数学界，将来还要收藏进博物馆。好，等一下，我反对立即对世界进行公开证明。为什么？是啊，书生同学，猜想已经证明，下一步就该公布啊，让全世界都认可你的成绩，你也将扬名万里啊！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反对公开，而是在公开之前要做一件事，那就是黎曼猜想的武器化。书生同学，什么是黎曼猜想的武器化？容我慢慢解释。首先，向世界权威数学机构提交材料是必须的，但是不是现在，要延迟至少1个月的时间，准备好武器化的第1套系统方案。未来1年乃至2年，精研武器化，保持国际竞赛领跑。我要再次强调，黎曼猜想不只是学术上的东西，更是一种极为可怕的武器。接下来，我会详细阐述这个概念。黑暗凝光结构，束缚着自由。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好简单，是啊，如此简单，就连一个小学生都能够彻底理解。很刁钻，不，应该说这种概念武器根本无解呀。这才是真正的绝世天才呀！当我们还在为证明猜想而狂喜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应用规律了。苏晨同学，我谢谢你，我代表数学院，代表大夏无数子民，谢谢你为我们奠定了未来100年不败的基石啊！您客气了。更准确的来说，我是想打造一把悬在所有人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而剑柄就握在我们大夏手中。多亏了你，多亏了你啊！正如你所说，黎曼猜想必须武器化。不过，你一开始就早已想到了吗？不可能吧，苏晨？这不是你临时起意的吗？当然不是，从第1次高考我就在谋划这一步。我要为这个国，为了整个人类文明，做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请你们支持我。如果问我为什么，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一句话：为了更伟大的利益。苏晨同学，这就是更伟大的利益，这就是你口中的那些大事，这也太大了吧！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完毕，我们将真正的屹立不倒啊！所有人都将欠苏晨一个大大的人情啊！苏晨同学，你这是把一个现代世界
现代文明的命门和死穴，把无穷的知识财富献给了国家呀！我马上就向上面申请，一定严格保密，绝不辜负你的苦心。那就好。啊，既然这个计划出自你手，那不如就由你来命名吧。死穴计划，一旦发动，必制敌死穴。好啊！堂哥，你可算是出来了，我们都等了你1天1夜了。王教授，到底什么情况呀？苏晨真的证明？我马上就向上面申请，一定严格保密，绝不辜负你的苦心。不行，不能提前泄露机密。这件事情你们就不要问了。还有这段时间不要来找我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哎，堂哥，怎么回事啊？按理来说，如果苏晨真的证明了黎曼猜想，那王教授应该恼羞成怒才对啊。可是我看他很是平静啊。哦，这么说，这个苏晨应该压根就没有证明黎曼猜想，这一切都只是个误会啊。我也不知道，但应该热搜第一，全国卷高考成绩下来了，但是没有苏晨的成绩。好，我明白了，一定是这个苏晨他作弊被抓了。我说去年他怎么能考个满分状元？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呀！苏晨先生，计划筹备期间，为了保密，我们要暂时隐藏您的成绩，希望您理解。那接下来这1个月，我就和你待在一块儿了。是，我会贴身保护您的安全。谁要你贴身保护啊？国家好歹给我发一个漂亮的小姐姐，贴身保护我吧。喂，我是史高，命令你在杭城当地找一位女性将官，年龄20岁左右，相貌要求比较高，立刻让她到达指定地点就位。对，立刻，马上。不是，你玩真的呀？苏晨先生，10分钟之内，您的要求会得到满足。算了，随你吧。这1个月，我工作的事。你放心，所有人员已经就位，我这就去叫他们过来。这么快啊？您好，苏晨先生，我是按照您的要求专门调来贴身保护您的欧阳雪，请您随便吩咐。我要和这样的美女住1个月吗？我去，拿这个考验干部，哪个干部受得起这种考验？这什么情况？怎么都联系不上苏晨啊？他分数还没了。省公示的初试有足前1万名，要是苏晨不在榜上，我绝对不信。对啊，苏晨就算失误，他也不可能跌落1万名以后的。你们自己看看吧。这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这都1个多月了，该打的电话我都打，该用的人嘛，我全用了，最后就是一个结果，查无此人。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考试舞弊被抓了。不可能，我不信。就是啊，阿琛绝不可能作弊啊！这不是我说的，你看看网上吧。小道消息，我有一个朋友在杭大附中，据说苏晨被官方带走了。苏晨高考舞弊，今日终于落网。本世纪最大骗局，所谓高考满分状元只是一个骗子。我要给苏晨打电话。苏苏，你在哪儿？快回信啊！诗琪，你来这干什么？这1个月哪里都去过了，唯独这没来过。这家餐厅是苏晨最喜欢的，
也许，Hello， 你们是在找星辰吗？陈浩子，你怎么在这儿？哎，这话说的，我们当然是在庆祝一个高考大骗子终于落网了。我就说嘛，舒晨那小子肯定是作弊，这次失手被抓了，事情大喽！抓得好，这种人就该直接判死刑。高考神话就此破灭了呀！你们，陈浩子，舆论是你推动的吧？哎，饭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讲啊！这么大的舆论，我怎么可能推得动呢？要怪呀，就怪苏晨自己作死，用了不光彩的手段拿了满分，但是又没有匹配的学识，这不纸包不住火了，露馅儿了。陈浩泽，你给我把嘴闭上，不会说话就别说。陈浩子，我们跟你果然没有共同语言。作为老师呢，我倒认为陈浩泽同学说的没错。这个苏晨平日里吊儿郎当、自以为是，现在投机取巧被抓了，他这属于咎由自取。顾小新，韩浩洋，事情已经这么清楚了，你们怎么还是不肯接受事实呢？他苏晨啊，就是作弊了，他就是被抓走了。哎，说不定他已经在走流程，已经进牢里了。陈浩泽，这些是什么人？身上有杀气。恭送苏先生，恭送苏先生。各位，好久不见。苏晨，各位，好久不见。浩晨，你都不知道这1个月我有多担心你啊！你都去哪儿了？放心，我就是去做了一点小事。这不是安全回来了吗？小事？你可是失踪了1个月，电话都不知道打一个。我手机关机了，是今天出来了，看到你们给我的留言，才找到这里来的。哟，陈浩泽，又是你啊！阴魂不散呢。苏晨，阴魂不散的是你吧？你不是被抓进去了吗？怎么跑出来的？什么？哟，舆论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这看起来不像是你能做到的事。背后是哪个势力指使的呀？苏晨，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高考满分，树大招风，有多少人爱我，就有多少人恨我。不奇怪。我唯一奇怪的就是，你之前还说自己要搞学术，成为耀眼新星，怎么突然又改了？苏晨，你少在那阴阳怪气！你敢说这些人不是押送你回杭城指认现场的？说的没错，苏晨，你高考作弊这个事儿，人尽皆知，你没得狡辩。是，苏先生在。好，我知道了。苏晨，第一批计划行动的人员已经就位，黎曼猜想证明公示的文件也已经准备就绪，是否开始公示？开始吧。是。故弄玄虚，你的事情还没说清楚，你也不看看网上那些人对你的评价，他们都说你是个骗子，你现在已经千夫所指了。来，我现在给你看看。什么情况？没什么，只是一条发给全国14亿人的短信通知。警告各位公民，我国公民苏晨已证明黎曼猜想，经过科学院、数学院验证，真实有效，为人类文明更进一步添砖加瓦，特此嘉奖。我去，这苏晨啥背景啊？值得国家给大伙全体发个短信嘉奖？苏晨，杭城的满分状元苏晨，他不是被抓了吗？不，现在看来他不是被抓了，他是协助证明去了。变天了！马上搜集相关消息，凡是跟苏晨有关的信息，一律高度重视。
这苏晨是逆天了吗？苏晨，你真的证明了？国家都承认了，还要我说吗？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出现在课本里、出现在人类文明历史记载的朋友，甚至是男朋友。哎，等等，我明白了，你失踪这1个月是不是去配合国家进行验证去？啊，所以这次的高考成绩你还是满分是吧？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满分750，我去，苏晨你又满分了！我成小丑了！哎，等，王老师，刚才是谁说我们家苏晨考试作弊还要被抓去枪毙来着？我是王老师，你确实不应该着急走。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不失业。苏晨，你什么意思？还有你们都被清华除名了，理由不用我说了吧？煽动舆论，针对我。唉，你们现在是不知道清华有多想我过去吧？你错了，就是这样，漂亮。有些人啊，自以为毁了别人的前程，殊不知为害人先害己。对，自作孽不可活。你什么你呀？你这个丧家之犬，跳梁小丑，还不赶紧滚蛋干什么？怎么在这儿等着我们庆祝呢？苏晨，你别得意，你迟早有一天会为你今天做的事付出代价。哎呀，苏晨呐，看在我是你老师的份上，你就放过我吧，我知道错了。王老师，体面一点。我好后悔，我枉为人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好后悔啊！呸！丧家之犬。苏晨，那个王宇就罢了，陈浩泽说的话不像是单纯的放话，你可要小心啊。那个兄弟，我先忙着，就先走了啊。你们先回去吧。是，苏晨先生。搞偷袭啊你啊！谁让你1个月都不回来，一回来就搞出这么石破天惊的大事，你这样怎么忍得住呢？苏晨，你说会是谁在背后指使陈浩泽呢？是那个王教授吗？不，王青云教授虽然有点偏激，但本质上并非坏人，而且他已经认可了我，不可能再搞这些。我想，应该是海外的某一个教育产业的龙头财阀坐不住了。fuck！ 苏晨这个东西，再放任不管，他真的要毁掉我们的学权。海外教学至高无上的理念，这浪费。詹姆斯先生，是我小看了苏晨。我若是早就知道苏晨能有今天的成就，那我绝对会换一个策略的。臣确实犯了错，但是我会给你一切。谢谢詹姆斯先生。其实想要打压苏晨，还有一个办法，比如我们可以用收贿和威胁的手段，让人伪证苏晨的证明，直接宣布苏晨的证明是假的。蠢货！收起你们愚蠢的想法，这种想法只能把全球的数学家推给我们的。不会的，不会的，詹姆斯先生，只要我们一口咬定苏晨证明就是假的，舆论一大，那真的也会是假的。
他现在只得到了国内的认可，并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证啊！那就试试吧，陈，我给你500万，好好用着，不要再让我失望。是，詹姆斯先生。世界数学在西方，东方的论证没有意义。坐井观天，你说你证明黎曼猜想，你就证明了。西边才是数学的权威，一切都是谎言，都是阴谋犯。苏珊掌握着这个大的傀儡和小丑。身为东方人，我深感羞愧。看来很多人跪久了就站不起来了。那该怎么？苏晨，现在网上一片负面评价，你怎么好像任由他们发展的样子啊？这是他们一贯的战术，认知战啊。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企图用各种带偏的科普知识、谣言扰乱舆论场。说到底啊，还是傲慢，总是自以为他们才是真理，他们才是权威。既如此，这一次我就让他们好好知道，什么叫真理的铁拳不可违逆。其实，你这种高材生，不可能不知道认知战这种概念。怎么？在我面前装傻呢？我要讨我的大师学家男朋友，当然要装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了。你呀，不过话说回来，你就这么放任他们不管，真的好吗？当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让他们跳出来闹起来，然后将绝对的真理狠狠地甩在他们脸上。搞偷袭啊！史高，苏先生已经准备好收网了。哦，这么快？不过，我的建议是稍等，等到国外的各大机构都公布真理的时候，同步动手，送那些牛鬼蛇神一起进去踩缝纫机。陈，你真的有能力，短短的时间引发了这么大的舆论，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詹姆斯先生过誉了。若是没有您的指示，我又怎么可能会做到如今的效果？陈，这是说好的报酬。下一步，我要你把苏晨打成骗子，我要你告诉所有的东方人，他们的教育不可能教出精英，真正的精英只会出现在西方。詹姆斯先生放心，只要有我在，苏晨永无出头之日。喂？什么 ？fuck！ 这不可能，不可能！打开数学联盟机构官网，快！敬告所有地球公民，很荣幸由我作为发言人，在这个庄严的场合里，代表蓝星最权威的数学机构国际数学联盟大会公告，验证苏晨黎曼猜想证明真实有效。这项报告代表着黎曼猜想历经了166年，到2025年6月为止，终于被我们东方的数学家苏晨证实了。感谢苏晨先生为人类数学和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证明黎曼猜想者永恒不朽。承认了，彻底承认了，就证明黎曼猜想再也没有任何的质疑了。从此以后，苏晨的名字将响彻了大江南北，全球的教科书彻底的被人类文明铭记呀！世界因它而改变。怎么可能？为什么权威机构这么认可苏晨？难道他的证明
真的没有破绽。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现在去给我想办法，必须得想办法。詹姆斯先生，你这会不会太强人所难了？连你们最权威的机构都承认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呀？这不是应该我想的，是你该想的。那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人拼命的挖出苏晨的黑料，彻底的毁掉这个人。这样，他无论证明什么，都不会有人信他。好，就这么办。喂，什么？我们这怎么可能呢？谁敢抓我们的人呢？啊！你说，喂！完了，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苏晨，他一早就算计过，他就想把我们都勾引出来，然后把我们一网打尽啊！你是说，他们眼我都盯上了？恐怕是的。你必须给我想办法。我都已经自身难保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意思？你们当下有句古话叫“器具泡水”，我想今天这个场景非常合适。保安，把他处理掉，不能让任何人找到痕迹。是。詹姆斯，你个王八蛋！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詹姆斯！巨石已经不可收拾，难道只能启动这张王牌？我去就好，你再睡一会儿。哦，谢教授，您怎么来了？苏晨，我来是问你一件事，你为什么在高考证明黎曼猜想？谢教授，我们进来说。好。谢教授，您觉得是为什么？我觉得你是怕国家不重视，也怕一般人根本看不懂，导致民众蒙尘，所以你盯上了高考，因为只有高考的平台是集中了社会舆论的地方，你的答案才可以被重视，然后迅速聚集起数学家进行验证。你真正的目的，也就是你所说的更伟大的利益，就是发动这个庞大的、惊人的死穴计划，对不对？谢教授，我不得不承认，您的确猜对了一些东西，但事实上，死穴计划并不是我的目的，只是天头。你说什么？天头？那个可以震撼世界的计划，你居然说天头？你知不知道，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就可以造成多么巨大的……我知道，只不过跟我接下来要做的宏大计划相比，它的确只能算是天头。那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新计划到底是什么？这个计划事关着整个人类的迭代与飞升，我把它命名为新世。苏晨，什么是新世界计划？谢教授，原谅我现在还不能说，毕竟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不是吗？我明白了，谢谢你解了我的疑惑，虽然没有完全解开，但是我相信你肯定有更深层次的谋划。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有的，谢教授，我希望你帮我发动一下人脉，调查一下那个詹姆斯的真正背景。詹姆斯？你说的是西方教育龙头产业的董事詹姆斯？我听说过，西方教育产业对你似乎极其排斥啊，因为你的诞生造成了他们长久以来的宣传都破灭了。对，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对我恨之入骨了。不过以目前的局面，他们还对我造成不了威胁，
我想，他们应该是时候搬出幕后的资本来对付我了。我懂了，也就是说，我们正好可以引蛇出洞。苏晨，你真是走一步算3步啊！好，这件事就交给我，我一定办妥。我相信你，谢教授。那我先走了。苏顾问，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我还为您准备了甜汤。欧阳姐，委屈你一个样样精通的特种兵，来给我做这种琐事了。哪里，苏顾问，您说笑了。能够贴身保护您这样的天才是我的荣幸。就是昨晚的动静有点大。苏顾问，我的意思是，您和顾小姐还是要注意一下影响。毕竟今早我接到了邻居的投诉。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话虽如此，但我还是很羡慕顾小姐能跟您。还是吃早饭吧。欧阳姐，你煲汤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美味多汁，鲜嫩可口，回味无穷啊！苏顾问，您过誉了。欧阳姐，能麻烦你帮我把书稿拿过来吗？好。明明都已经是绝世天才了，还这么孜孜不倦的学习，苏顾问真了不起，甚至还这么帅。喂，好，苏顾问，是死穴计划的事。喂，都已经准备好了吗？行，我现在就过去。欧阳姐，小西就交给你照顾了，你们好好相处啊。好吧，苏顾问。苏顾问让我和顾小姐好好相处，那不就意味着……哎呀，欧阳雪，你在想什么呀？他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呀。苏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如果没有您，我们整个银行系统就全都完了。而且您不但证实了黎曼猜想，更是救了我们所有人呢。您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哦，对了，我听说死穴计划已经准备妥当了。是的，这一辈子能够参与这个计划，值了。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已经摁住了世界咽口，现在就等您下令了。苏晨先生，我是个粗人，不会说什么赞美的话，但是我知道，任何赞美的话都无法形容您的壮举。现在，请您下令吧。曼森金融，大洋彼岸最大的金融机构，很好，正好适合我们的死穴计划。小试牛刀。各位，想必你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东方是一头沉睡的雄狮巨龙，只要是苏醒了，世界都会为之颤抖。在今天以前，这只是文学上的一种夸张的说法，但在今天以后，所有人都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你继续汇报。是，最近这阵子我们可以说是灰头土脸，先是被那个苏晨强势打脸，还有咱们陪着的人也被一扫而光，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损失。因为我们诋毁苏晨，导致许多数学家都对我们不满，几家帮了我们的媒体公司股票全面跌停，甚至是申请破产，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利益。还有呢？还有最关键的，就在刚才，大夏宣布了个死穴计划。死穴计划？死穴是要害致命点的一步。把所有半年内东方的报告会务拿上来。
里面猜想的证明带来的传球风暴，这期间打下进行银行等行业的天津卫货，难道思璇计划的目标是我们曼森金融？不，这不可能，没有人能狙击伟大的曼森金融。难怪当时东方没有进行对玉兰的阻挠。事后我以为他们像以往打进才放任不管，现在看来有更深的谋略。一个风暴是为了掩盖更深的风暴。先生，那我们该怎么办？快打电话给李36院长，要约见他，立刻马上。已经预约。告诉他们，我立刻过去。太美了，太妙了！这就是素数的分布。My God， 完美！东方的素，你是上帝的宠儿吗？计算机都无法运行这么多的数据，他是怎么把它想出来的？李36教授，我需要你的支持。Fuck you！ 不知道我在做工作的时候，不许人打扰我吗？我只管学术研究，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是这样的，我们怀疑东方前阵子的变化都和苏晨有关，和他的黎曼猜想有关，时间上有很大的重叠性，所以需要你帮忙思考一下。No， 我没时间，我要研究这美妙的黎曼猜想数据，素数的分布实在是太过瑰丽神奇，胜过天上无尽的繁星。至少你请能看完这份报告。哎呀！教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能做到呢？他一旦真的做到，完了，世界末日要来了！教授，你到底在说什么？也就是东方的苏，自称黎曼猜想的证明者。我是。No， 我不相信黎曼猜想是一个东方人证明，更别说你还如此年轻。那我们可以谈谈。Very good， 我非常感兴趣，揭穿你的骗局。现在你相信了吗？你对黎曼猜想的理解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请原谅我的傲慢和无知，您才是真正的学者。您客气了，我们只是学术探讨，彼此交流。您简直兼具才能和谦逊的美德，我开始甚至忍不住崇拜您了。全都是假象！不，他就是魔鬼！不可能啊！他怎么可能做到呢？但是他是天才啊，几十台计算机都无法推演出来的东西，他都能做到。教授，你清醒一点，你上当了什么？快告诉我！快去把最近半年曼森金融所有被黑客攻击、系统被入侵、被攻击的数据全都给我找出来。这工作量你也太重大了吧 ！Fuck you！ 快去吧！教授，并没有什么异常。什么？没有异常？不可能啊！若是跟我设想的一样，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动作？教授，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同时给各大股东一个解释。他们收集这些数据非常麻烦。好，那我就解释一下。我想各位都知道，素数即质数。也就是指在大于1的自然数当中，除了1和它本身之外，再无其他因数的自然数。人类
从数字当中找出了无数的规律，但是在黎曼猜想证明之前，没有人能找出素数的分布规律。素数，它就像是星辰，在宇宙当中，每一个素数都是独一无二的星辰。在这浩瀚的星辰当中，没有人能找出星辰的分布规律。宇宙就好比是神创造的，若是知道了神创造星辰的分布规律，那他不就是神了吗？但是苏晨他成功，这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但是苏晨他做到了，他掌握了创世神的规律密码，起码是在素数这一部分。您的意思是拿苏晨堪比神？现在你们终于知道为什么证明黎曼猜想苏晨就获得了这么高的地位了吗？那是因为单单他在素数这一块堪称他为神都不为过，他发现了神的秘密呀。可是这跟你调查的东西和那死旋计划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不算公开的秘密。之前我说过，人类是无法掌握素数的，但是人类是聪明的，虽然未能掌握素数，但是可以利用素数创造密码学。就拿我们曼森金融来说，我们采用的密码呢是非常先进，只要黑客找不出相对应的大质数，找不出质数分布的规律，就无法破解。哪怕是最高明的黑客，也是望两星的。但是有人能够找到了大质数呢？你是说苏晨掌握了黎曼猜想的证明方法，他就领悟了找到素数的规律，从而找到了我们金融的密码。 Yes， 照你这么说，苏晨掌握了规律，那就轻而易举的对我们发起攻击。所谓的防火墙在他跟前就像纸糊一般。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曼森资本的资产很大程度都在上是一串电子数据，而他就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些数据清零，让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直接瘫痪，彻底瘫痪。你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吗？大股东，公民会杀了我们的，他们会疯狂的杀抢掠，到时候是曼森金融的末日啊 ！No， 在这个伟大的力量面前，我们曼森金融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虫而已。降维打击，这就是降维打击！完了，一下都完了！崩溃这个词还不算恰当，最恰当的是金融毁灭，整个金融体系还有各个行业，卫星通讯、航空、交通等各个领域都在采用这种理论呢。快去把银行卡里面钱取出来，让我不能破产！来不及了，一切都晚了。或许苏晨就是要等到这最后一刻才按下开关，他是想让我们品尝这份绝望。现在绝望已过，该毁灭了。警报！黑客入侵！快！苏晨，你看，曼森金融突然宣布破产啦！现在各大媒体都在报道，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前2天还在扬言说要用金融手段封锁我们的教育，避免再出个像你这样的天才。可能是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吧。但是感觉也太奇怪了，曼森金融这么大的资本，说覆灭就覆灭了。苏晨，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没有啊。一看你都是假的，说。这么想知道啊？那看你的表现喽。坏蛋。你
年高考你还是满分状元，苏顾问加油！好兄弟，努力，再创巅峰！大家，苏晨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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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题目如我所料。全球同胞，恭喜，新世界要来了。